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红绳这样戴，旺财旺人丁。在我国的传统习俗当中，红色具有辟邪化煞的作用。很多人在运势不济或者是本命年的时候，都有戴红色的习惯，以此来提升运势。其实戴红色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佩戴的。今天小酱汁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戴红绳的风水。一、佩戴红绳的寓意。人们之所以佩戴红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结。自古以来，结与吉谐音，所以红绳被赋予了很多吉祥的意义。红色代表了吉利和喜庆，能够驱除灾难，改善运势。佩戴红绳能够化解灾难，提升我们的综合运势，帮我们拥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并且红绳还有招桃花的作用。尤其对于单身未婚的女孩子来说，佩戴红绳有利于寻找适合自己的婚姻，个人魅力也会越发的强大，容易吸引到异性的关注。毕竟大多数人的运势常常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当中，即便不是本命年，也有可能遭遇很多的坎坷与磨难，所以在不是本命年的年份当中，依然可以佩戴红绳。二、哪些人不宜佩戴红绳？一、五行忌火的人不宜佩戴红绳。虽然红绳的寓意比较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佩戴。根据自己的八字命理，五行忌火的人最好不要佩戴红绳。因为红色属火，如果忌火的人佩戴红绳的话，会对自己一年的运势造成一些干扰，轻则霉运不断，重则会危及到生命以及健康。除了不能佩戴红绳之外，平时也要尽可能的避免与红色接触，比如少穿或者不穿红色的衣服，在家里不要用红色来进行装饰等等。二、属马人和属蛇人。从属相的角度来看，属蛇和属马的人不适合佩戴红绳。这两个属相如果佩戴红绳，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灾难和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属蛇和属马与红绳是相冲的，气场不合，经常佩戴对紊乱自己的气场，导致财运低迷，生活当中容易遭遇破财的情况，对自己的财运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三、红绳佩戴禁忌。一、不能对称佩戴。红绳最好不要对称佩戴，因为这样的佩戴是会给大家的职场生活带来麻烦，工作上遇见的小人会变多，容易掉进一些职场陷阱中去。在这样的佩戴下，大家面对工作的时候会变得胆小自卑，行动力会下降，要得到重用是很困难。二、不能佩戴双数。红绳佩戴最好不要是双数，这样的佩戴会让家庭气氛变差，家庭的不和谐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心情那么简单。没有一个和谐的家庭，那么大家在外奋斗也变得没有动力了。在这种时候，大家通常只想要远离家庭，并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奋斗。三、不能红黑一起佩戴。红绳和黑绳一起佩戴是不好的，这种时候大家的财运就会下降，大家会因为身边的人经济困难而有了金钱上的损失。面对生活的时候，过度的热情没有什么好处，大家在这种热情中失去了自己的财富积累，而且大家这种付出通常也得不到好的回报。四、不能拼接。红绳的佩戴不要有拼接，因为这会影响自身的健康。面对生活的时候，大家容易失眠多梦，精神状态变差。精神不好的情况下，大家的免疫力会下降，疾病的纠缠就会变多，而且这种时候大家的健康意识也不是很高。五、不能破损佩戴。红绳破损了之后是不能佩戴的，因为这样的佩戴容易给大家的感情生活带来一些困难。这种时候大家容易爱上不该爱的人，感情要有好的结局是很难的。面对感情的时候，单相思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大家这种时候往往会被横刀夺爱，感情上并不能够如愿。六、不能乱丢。佩戴过的红绳大多都是比较有灵性的，并且与主人的运势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针对佩戴过的红绳，千万不能随意乱丢乱放，最好用一个红色的布包裹起来，埋在家中的院落当中，这样依然能够发挥红绳的功效和灵性，帮助人辟邪化煞、招财纳福。如果随意丢掉的话，可能会影响主人的运势，并且也是对红绳的大不敬。4. 佩戴红绳的注意事项。1. 要由长辈赠送，红绳最好不要自己随意购买，要由家中的长辈赠予。因为家中长辈赠予的红绳充满了祝福，同时也会增强红绳的灵性，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运，并且同辈之间最好不要互相赠送红绳，尤其对于普通朋友，更不能随随便便赠送这种具有风水寓意的物品，不然不仅不会给自己招来好运，反而还会起到反噬的作用。2. 寺庙求取的红绳要送回寺庙。很多人所佩戴的红绳是在市场上随随便便买的，但也有一些人是在寺庙里求取的。在寺庙求取的红绳大多很有灵性，在佩戴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干净整洁，不能被灰尘污染，并且不佩戴的时候要收纳起来，用专门的盒子盛放，不宜乱丢乱放，不然是对红绳的不敬，同时也会给自己的运势造成破坏。如果不想佩戴的话，就需要将红绳送回到寺庙当中，千万不能随意处置，不然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厄运。3. 不能送给别人。很多人会把自己佩戴过的一些好东西送给别人，但是佩戴过的红绳千万不能随意转赠他人，因为红绳在佩戴了一定时间之后，就与自己的运势息息相关。如果将红绳送给别人，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的好运送给了对方，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发展，尤其对感情是非常不利的。可能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容易遭遇情感纠纷，也会遇到一些烂桃花。4. 保护好。红绳是具有灵性的风水吉祥物，尤其是在寺庙开过光的红绳，佩戴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被别人随意触摸，不然会影响到红绳的灵性。另外，在洗澡的时候也要将红绳摘取下来，不然很容易招惹小人，同时也会影响到自己各方面发展。在暂时不佩戴的过程当中，将红绳包好，放在干净的位置上，千万不能随意乱丢乱放。5. 注意红绳打结。红绳上的结并不是随随便便打成的，一般需要根据佩戴者的生辰八字以及命理特征来进行打结。通常来说，命理较为坎坷的人可以在红绳上打4结，这样有助于运势提升，而运势较为平淡的人可以将红绳打上平结，这样有助于好运到来。6. 同辈之间是不能互赠红绳。同辈之间是不能互赠红绳的，尤其对于那些普通朋友，最好不要送给对方红绳，因为只有长辈和自己到寺庙求取的红绳才有辟邪的作用。普通朋友之间互赠的红绳往往没有太好的风水效果，如果佩戴的话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如果朋友之间互赠礼物的话，最好不要互赠红绳这种风水吉祥物。7. 不戴的红绳挂屋顶旺运。红绳在佩戴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破烂和污损的情况，大多是因为红绳发挥了它的功效所导致。在这种情况下，红绳千万不能随意丢掉，可以将佩戴过的红绳悬挂在屋顶或者家中的树上，这样可以继续发挥红绳的功效，也能够守护家宅，防止邪气入侵。8. 佩戴位置有讲究。其实红绳在佩戴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佩戴不同的部位所起到的作用也有所差异。如果将红绳戴在左脚上，代表着辟邪保出行平安，走夜路的时候不容易招惹脏东西，也有挡小人踩小人的寓意。而把红绳戴在右脚上，则代表着对爱情的期待，也就是招桃花。所以说红绳不能随意乱戴，否则很容易出现问题，也会招来一些是非麻烦。9. 红绳不宜随意摘取。自古以来，红绳是比较好的风水吉祥物，如果长期佩戴，能够给佩戴者带来好运。即便是普通的红绳也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在佩戴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摘取下来。若是与貔貅、本命佛、转运珠等吉祥物一起佩戴，更应该随身佩戴，才能够起到招财转运的作用。平时不戴也不能随意放置，更不能随意丢弃，不然会影响到自己的运势。这是佩戴红绳最需要注意的地方。佩戴红绳是随处可见的，不过越是这种事情，大家越要小心，因为常做的事情往往会被大家忽略细节。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总是期待自己的运势得到改变，改变运势不是等待，大多时候需要大家主动出击。来讲7种招邪的物品，鬼月期间一定不能带。农历7月又被称为鬼月，据说这个时候阴间会打开地狱之门，让在地狱里面的鬼出来吃血气。在鬼月的时候，我们容易反冲，容易遇到一些脏东西，因此很多人会在身上佩戴一些物品来辟邪开运，但并不是任意一种饰品我们都能够随意的佩戴，佩戴不好也会让我们撞邪。那在鬼月鬼节，哪些东西我们不能带，哪些东西佩戴在身能够辟邪开运呢？接下来小酱汁给酱友们介绍介绍。1. 鬼月不能佩戴7件物品。这里要介绍的7件物品本身基本上都带有一些邪气，因此小酱汁建议酱友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应该尽可能的少佩戴这些物品。1. 血玉。传说血玉是指透进了血进去的玉石，不管是翡翠、和田玉、黄玉，只要是真的透了血的就是血玉。另有一说是指古玉中有些玉会出现入土后沁入的红色，所以有人把这种红沁叫做血沁。据说血玉的形成与尸体有关，当人落葬的时候，作为邪玉的玉器被强行塞入口中，若人刚死一口气咽下时，当时玉被塞入，便会随着气落入咽喉，进入血管密布之中，久至千年，死血透自，血丝直达玉心，便会形成华丽的血玉。这种东西往往落在骷髅的咽下，是所有尸体玉塞中最宝贵的一个。天然带血沁的玉极少极少，很多都是不法商人伪造的，放在活猫活狗腹腔内，活埋在地下一段时间后形成的。造假的这种玉石自身受到污染，血气很重，对人自身很不好，不管是哪一种血玉都充满了煞气，因此在鬼月最好不要佩戴，尤其是在鬼节这一天更不能佩戴。2. 红绳。鬼节戴红绳，兄弟找上门。根据中国传统文化，鬼节这一天不能佩戴红绳，或者用红绳穿制的手串、吊坠。红绳虽有辟邪驱鬼的作用，但相对来说，戴红绳也使得你与阴界有所相交。平时戴红绳能够起到驱鬼作用，但你在鬼节戴的话，就犹如黑夜中那唯一亮着的一盏灯一样耀眼了，容易引起注意，所以在鬼节不可以戴。3. 死玉。玉是有记性的，有灵气的，古玉经历太多，恩怨太重，并不吉利，很多人压制不住，佩戴久了可能会招致梦魇、病灾。死玉与一般古玉不同，埋入地下的死玉邪气重，不建议佩戴。4. 血牙。血牙即偷猎者让身体健康的大象全身血液循环加速的时候把象杀死，取下的象牙呈微红色，故称血牙，与埋在泥土中随时间浸入象牙呈现的红色有所不同，不一样。但是大多数人将这两种象牙都称作是血牙。血牙的制作是地地道道的魔鬼行径，因此在鬼节这个阴气最重的一天不要佩戴为宜，而且这也是真正所有玩友们所坚决抵制的。5. 西藏人骨制品。西藏的人骨制品是昔日西藏巫师或者贵族用奴隶人骨所做的东西，不一定是手串，可能是一些小玩意儿，碗可能是人头骨，小号角可能是人腿骨，小盒可能是盆骨，满了你也不知道。但凡以人骨为原材料的工艺品，如腿骨号、人骨念珠、骷髅碗、陶骨等等，都特别容易招魂，有些人还喜欢买来送人，你自以为是一番好意，可就成了害人不浅的罪人。鬼节这天更要谨慎。6. 铜钱。
铜钱本是古代流通钱币、辟邪用品，但由于日渐减少，市场上就更多的出现了一些盗墓者从坟墓里挖出来的，甚至是当初放在死者嘴巴里和盖在眼睛上的铜钱。这些和死者贴身的铜钱沾到的腐尸味，都是用水无法清洗掉的。所以很多人在收藏或者寻找类似五帝钱之类的铜钱的时候，请更多的去选择人家以前钱袋子里的铜钱，而非二手市场摊贩上的。7. 风铃。本身风铃小巧可爱，声音动听，但是要买回去后放在卧室，那就悲剧了。因为不时摇曳的风铃在夜里会带来各种令你无法承受的声音，梦频是肯定的了，睡眠浅导致精神不振也是必然。民间更有说法称风铃挂床头防小人，显然这种说法是无知的，毕竟在床头挂风铃更容易招来鬼魂。如果鬼节这一天不想招鬼做鬼梦，赶紧将风铃挪出卧室。2. 鬼月身上一定要带的10大辟邪开运物。1. 黑曜石。黑曜石在风水宝物中辟邪招财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在职场上竞争比较大的人士来说，黑曜石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阻挡小人靠近的作用，而且还能起到招财和旺财。对于一些个人的运势比较差的人士，佩戴黑曜石能够有不错的辟邪招财的效果。2. 貔貅。不管是摆放的貔貅还是挂件的貔貅，貔貅对于催财的作用是非常之大，是财富和事业的催化剂，一般象征着富贵和财运，因此一般住宅中的人都会选择在大厅摆放貔貅，原因是貔貅能够有助于磁场，可以起到旺财和招财的作用，而且也能够镇宅化煞，除去不好的风水磁场。3. 水晶。水晶想必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一种饰品，单身的男女佩戴在身上，除了有招财的功能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增旺自身的人缘，可带来好的桃花运。在事业上面也想要步步高升的人士，佩戴水晶能有助于个人的气场，提升个人的能力，可以使得人的事业蒸蒸日上。4. 银饰品。佩戴银饰可以辟邪，所以自古就有让小孩佩戴银饰的习俗，既有利于排出体内的胎毒，又起到辟邪的作用。银制品在一定范围内能产生磁场，释放大量的银离子，激发能量，对人体具有保健的功效。5. 玉器。玉文化从古至今已经深入人心，为什么让古今众人对它乐此不疲呢？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玉、赏玉、玩玉，同时了解到玉本身就有很好的辟邪保平安的作用，玉器上面还雕刻着各种吉祥图案。6. 朱砂。说到朱砂，它是一种天然矿石，有镇定心神的功效，把它握在手里时有温暖的感觉，同时对于驱赶极阴类的东西非常的有效，做成手串佩戴更是安神辟邪的佳品。7. 桃木。桃木木质细腻，有美观装饰的作用，是用途最为广泛的伐邪治鬼的材料。身上佩戴桃木饰品，不仅可以辟邪，还可以为自己招来好运。家中悬挂桃木饰品，可以起到镇宅纳福、保平安的功效。8. 松柏叶。有一些松柏叶其实具有很好的辟邪作用，在风水上来看，我们出门可以选择把一些松柏叶放到自己身上，这样一来自然也就可以起到驱邪的效果了。这样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出行之后的诸事顺利，其实都是非常之有利的。9. 佛珠。如果有佛珠的话，其实不管是佩戴在自己身上还是放在自己身上的口袋，对于风水而言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一本来说，佛珠都具有很好的风水气场，这样的物品放在自己身上的话，对于风水自然是非常好的。在身上放佛珠有辟邪作用。10. 平安符。说到辟邪，那么最不得不提的自然就是平安符了，尤其是那种摆放到身上的辟邪物品。平安符一般来说都是非常便携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口袋或者钱包里面摆放平安符。平安符因为可以保平安，因此自然也具有辟邪的风水效果。除了这些物品之外，其实大家身上还可以佩戴鸡血藤、猪筋骨、
口牙等等，这些物品也能够辟邪开运。最简单的办法，还可以在身上装一些盐巴，也能够起到辟邪开运的作用。以上这些说法虽然有些迷信，可是不是有句老话，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相信的朋友们在鬼月期间，尤其是在鬼节这天，佩戴饰品是一定要注意的。7种招邪的物品千万别带，要带的话最好带上面所讲的这10种辟邪开运的物品。至于内心强大、不信天不信地只信自己的朋友们，给大家讲讲红绳这样戴富贵有多金。红绳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风水物件，大多数人比起贵重的其他玉石类首饰，更愿意选择简单的红绳。但红绳也是风水物件，所以在佩戴红绳的话，也是会有很多的禁忌，特别是对于女生。那么戴红绳有哪些风水讲究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佩戴红绳的风水作用。1. 求姻缘。中国传统里，月老都是用一根红线牵男女姻缘的，所以不言而喻，女子单独戴红绳是为了祈求姻缘的到来。2. 护身辟邪保平安。中国自古就认为红色是吉祥的颜色，红绳在古代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辟邪的东西，而且红绳脚链戴左脚能防小人，右脚招财。3. 转运招财。佩戴红色的手绳也代表着一个好意头，带来好运气、转运发财。红绳一定要搭配转运珠、貔貅等等，材质一般为足银、黄金这些比较传统的贵重金属。4. 化太岁。犯太岁的生肖们戴它辟邪，不犯太岁的生肖们戴它旺运，普通人戴它也能改善自己的风水。2. 佩戴红绳的风水讲究。1. 不要乱扔。女生戴红绳的话，如果佩戴时间长了，或者是出现了一定的磨损，打算换个新的，那么关于自己旧的那条红绳，千万不要随意处置。具体而言，不要随手扔到了家里的垃圾桶里，也不要随便找个抽屉塞进去了。相反，要清洗干净，然后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再用红布或者红袋子包好，然后放在家里干净的储物柜中，这样才不至于给自己惹来大麻烦。当然，也可以直接将不想戴的红绳转赠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这样可以将自己的好运和福气传递给其他人。与此同时，红绳也可以拿到寺庙里，会有专门人士进行回收处理，这样也能够躲避祸患，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2. 最好是长辈赠送。红绳开光后是具有灵气的，但是这种灵气是随着在庙里开光的人的，所以如果是自己去庙里开光，则会因为自己的年纪过小，不能完全抑制住不好的气运。最好是通过长辈的身份去庙里开光，才能压制外界不要的运势，这样才能给自身带来好运。3. 若红绳上有珠子。为了增强红绳的灵性，很多人还会在红绳上穿一些珠子。不过在风水学里，红绳上的珠子数量也是有讲究的。珠子的数量对于红绳的灵力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你的红绳上的珠子数量必须是双数，而对于那些离命的人来说，要求会更加严格。红绳上珠子数量大多是12颗或者24颗、36颗。4. 红绳的打结。红绳上的结也是比较重要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打结的。一般情况下是根据佩戴者的生辰八字进行相对应的打结。一般情况下，命运坎坷的人可以在红绳打4线结，对于命里大难的人，一般可打平结，以求平安渡劫。最好在佩戴期间不可以将上面的结打开，或者用剪刀等物品修剪其外观和长度。5. 不适合已婚人士。红绳是祈求姻缘的吉祥物，一般按照我国的男左女右的戴法，男生是戴在左手比较合适，女性则戴在右手。佩戴红绳可有寻求自己另一半的美好祝愿。
若是已婚人士则就不适合佩戴。6. 不能对称佩戴，红绳最好不要对称佩戴，因为这样的佩戴是会给大家的职场生活带来麻烦的。这种时候，工作上遇见的小人会变多起来，大家容易掉进一些职场陷阱中去。在这样的佩戴下，大家面对工作的时候会变得胆小自卑起来，行动力会下降，要得到重用是很困难的。7. 不能佩戴双束，红绳佩戴最好不要是双束，这样的佩戴会让大家的家庭气氛变差的。家庭的不和谐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心情那么简单的。没有一个和谐的家庭，那么这种时候大家在外奋斗也就变得没有动力了。大家在这种时候通常只想要远离家庭，并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奋斗。8. 不能红黑一起佩戴，红绳和黑绳一起佩戴是不好的。这种时候大家的财运也是会下降的，大家会因为身边人的经济困难而有了金钱上的损失。面对生活的时候，过度的热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大家在这种热情中失去了自己的财富积累，而且大家这种付出通常也得不到好的回报的。9. 不能拼接，红绳的佩戴不要有拼接，因为这种时候大家的健康问题会变多。面对生活的时候，大家容易失眠多梦，精神状态是变差了的。精神不好的情况下，大家的免疫力会下降，这种时候疾病的纠缠就变多了，而且这种时候大家的健康意识也不是很高。10. 不能破损佩戴，红绳破损了之后是不能佩戴的，因为这样的佩戴容易给大家的感情生活带来一些困难。这种时候大家容易爱上不该爱的人，感情要有好的结局是很难的。面对感情的时候，单相思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大家这种时候往往会被横刀夺爱，感情上并不能够如愿。11. 男性不要戴空的红绳子，男性的话，空的红绳子不要随意佩戴在手上，会容易影响你的桃花运。因为本身桃花运很好的话，戴上它会容易让你的桃花运持续走低。而如果说本身桃花运就不好，戴上它桃花运会继续不好，甚至可能比原本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一定要多注意。12. 左脚不宜太多红绳子，红绳其实有一定的禁忌，不宜左脚的位置出现过多的红绳子。其实对于一些人来说，喜欢去叠加带红绳子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需要改善的地方。因为很多情况下容易因为自己的忽视而导致了做法方面的不容易。13. 不要戴在脚踝上，女生戴红绳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穿珠子，这样会显得更加好看。可以戴在手腕上，也可以直接戴在脖子上，这样都能够为自己带来好运和福气，还能让人生变得更加的惬意与舒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红色绳子千万不要戴在脚踝上，因为这样会拉低个人的气场和运势，还会带来很多倒霉的事情。如果再谨慎一些的话，洗澡和上厕所的时候最好都可以将其摘下来，因为卫生间里弥漫着污秽的水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压到红绳的功效。平日里红绳最好可以贴身佩戴，不要随意向外人展示，也不要将其弄丢了，否则都会惹来不必要的祸患。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将红绳戴在手上，或者是直接放在床头，这样能够让自己拥有高质量的睡眠状态，晚上不会做噩梦。14. 不要随意损毁，女生戴红绳的话，千万不要因为它便宜好获取就随意到处乱扔，或者是漫不经心直接损毁了，这样必然会打压到个人的综合运势，还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事情。平日里如果考试的时候，要将红绳随身携带，这样能够带来好运，可以保佑自己取得理想的好成绩。相亲的时候也可以佩戴红绳，这样可以让自己魅力大增，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另一半，从而迅速进入幸福的婚恋生活中。
如果是进行某种重大手术的时候，也可以将红绳戴在手上，因为这样可以保佑自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而且在本命年里，为了加强功效，不少人还会在红绳上穿上珠子，这样便拥有了转运珠，可以扭转自己倒霉的运势，让本命年变得更为顺畅。事实上，在风水学中，除了红色手绳、转运珠之外，还有很多风水饰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15. 忌潮湿。女生戴红绳时，应避免将它带入潮湿场所，以免其受潮断裂。沐浴洗澡时，浴室内多水，建议将红绳在洗澡前取下，放置在干燥干净的地方。红绳是一种灵性的吉祥物，若是普通的红绳就没什么忌讳，但对于开过光的红绳来说，女生在佩戴的时候最好不要一起带着洗澡，或者在睡觉的时候戴在手上，这样容易会招来小人。最好在不佩戴的时候将其包好，放在干净的位置处放好，以免影响运势的发展。我们在佩戴风水物件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些禁忌，以免引起反噬，这可就不好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